Hello， 大家，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今年最新的 Galaxy S25 Ultra。那这次呢 ，S25 系列主打亮点就是超多的 AI 新功能，甚至现在里面就有 Google 最新的语音模型 Gemini Live。而且呢，我觉得这次 S25 系列最夸张的就是它的 AI 竟然可以跨 App 执行。真的是目前唯一可以这样做的手机耶！因为现在呢 ，AI 就是有点像军备竞赛，所有的手机厂商呢都想要先达到这件事情，就是用 AI， 然后跨 App， 然后用 App 去执行一些我们日常上会使用到的功能，我们就不用自己打字啊，不用自己去开 App 啊，还在这边切换。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带大家看一看 S25 系列的10大 AI 必学功能。哦，对了，开始之前呢，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如果今天教的 AI 功能真的好多，然后你回去真的忘记怎么用了的话呢，其实里面有一个提示，就是这个 App。然后你点进去之后呢，它里面就有整理所有新旧的 AI 功能，你就可以进来看要如何使用。我觉得它讲的非常的详细，而且我很喜欢它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它把一些设定的东西直接就放在里面。例如说这个前往设定，你就是可以直接点进去，然后去设定这样子。所以如果之后大家想复习的话，也可以多多利用这个提示的功能哦。那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来介绍的是 Gemini Live 中文对话。那怎么使用呢？首先呢，我们长按侧边按钮，然后按一下 Gemini Live 的标志。这边点进来，这边呢，它就是 Gemini Live 的界面，你就可以直接开始问它问题，问一些你想要搜寻的东西，例如说 ，Hello， 请问今天的这2天最大的台湾新闻是什么？这2天台湾最大的新闻应该是大 S 徐熙媛女士不幸去世的消息。请问这2天台股跟美股表现如何？这2天台股和美股表现都还不错，台股小涨，美股涨幅较明显。那我觉得这个很棒的，就是例如说，像我妈妈有老花，那她可以用这个方式呢，很快的去查询一些她想要知道的资讯。因为她如果自己去上网查的话，常常就会点到广告，或者是没有办法立刻得到她要的资讯。所以用这种口语搜寻的方式呢，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有帮助。那再来第2个呢，我们要讲到的也是非常夸张的功能，就是 Cross App 执行，就是 Cross App 的功能。那它可以做到事情非常的多。首先像是调整手机设定啊，因为有时候我们有一些设定不知道去哪里找，对不对？用这个语音功能呢，它就是可以这样子直接调整，或者是你也可以跨 App 执行 Google 的程式，或者是传简讯啊、传 WhatsApp， 例如说建立餐厅的清单传给朋友，或者是直接要他找一个地方，然后开始导航，这些都是用语音直接下指令。那我们直接现在来看一下怎么使用哦，就是一样是侧边按钮，然后按下去之后呢，你就跟他讲你想要查询的事情，或者是想要导航的目的地，甚至呢，你也可以查你的那个行事历里面的行程，然后叫他帮你导航。请帮我看一下，我等一下日历里面的行程目的地，请帮我导航一下。对，就像这样子，就是我刚刚用语音下指令之后，它就会立刻开始帮我导航，所以就是非常的方便。然后呢，我觉得有另外一个也是蛮好用的功能，就是它可以传简讯，但是目前是没有支援 LINE 啦，以后可能支援的程式会越来越多。那目前呢是有支援简讯跟 WhatsApp。那它的用法呢，就是例如说你今天想要传送地址，或是传送一些你想查询的资料给你的朋友参考，那你就是可以直接跟这个语音助理下指令之后呢，它就会帮你查完资料。然后你就可以直接传给这个朋友，例如说，请帮我搜寻附近的寿喜烧餐厅，然后传给果妹。没问题，传讯息给果妹，内容是像这样子，然后呢，它下面就会问你说，你是不是真的要传这个简讯？那你就可以直接按传送。那这样子的好处呢，就是说它可能会怕你误传一些东西给错误的人，那你就要自己稍微检查一下，然后再传出去。当然呢，我觉得这个跨 App 它现在还是出版，但是我觉得雏形是已经有了，它就是可以交错的使用，例如说 Google 里面的程式，例如说 YouTube 影片啊，或者是地图，或者是 Gmail， 然后你也可以用搜寻引擎的功能，就是全部都可以交错在一起，这真的是手机的未来。所以大家也可以来玩玩看这个新功能，我觉得还蛮好玩。你就可以跟他问他一些设定的问题啊，或者是叫他传一些不同的资讯给你的朋友，或者是查询一些功能之类的，都可以用这个语音去问他。哦，对，还有一个大重点就是他们都可以使用繁体中文，所以就是算是走的还蛮前面的，就是繁体中文的支援程度真的非常的高。哇，这次 S25 系列的 AI 那么厉害，当然也要好好保护它，才不会一摔到就心痛。所以今天呢，除了教大家 AI 之外，还要来给大家上手机穿搭课，跟各位同学介绍兼具保护力还有时尚感的 Castify 穿搭学分必备。先来看看这个 Castify 长焊防摔手机壳，它不只是一个好看的手机壳哦，它有4倍军规级防摔保护，经过2.5公尺高的摔落测试。
它的相机环也有加高，这样子镜头就不怕刮伤了。还有这边手机壳的边边也有加高哦，萤幕也多了一层防护。猜猜看，为什么它那么轻薄，防护力还那么强？原来是 Casetify 独家的 EcoShock 技术。这个技术呢是用螺旋纹设计，把冲击力吸收掉，就像是手机里面装了安全气囊，超级安心。按钮好按不失手，开孔也很精准 ，S Pen 可以轻松拿出，充电孔接充电线也完全没问题。背面呢有一个气兔磁环，可以轻松支援各种磁吸配件，还有无线充电。偷偷告诉你 ，Casetify 三星配件也有超多选择。多款手机支架，这个基本款也有镜面可以选择哦。不要小看大小小的，直立横立都 OK， 当镜子使用，吃饭卡菜渣补妆都超方便。另外一个镜面卡套支架款，配饭直立横立滑 IG 或追剧，除了照镜子还可以放卡片，这样子悠游卡就不怕忘记喽。回家发现桌面为什么会那么整齐呢？因为我用了这个 Casetify 的2合1无线充电座，可以同时帮手机还有 Galaxy Buds 充电，一次解决2个烦恼，还可以当手机支架调整角度哦。有没有发现我全部的配件都是同一个花色呢？没有错 ，Casetify 它最赞的地方就是你可以客制化你的手机壳还有配件花色，可以印字、印花，打造属于你自己的风格。除了保持时尚感之外，同一个花色看上去就是舒服啦。像是手机壳就可以选择镜面或是透明印花，支架跟充电座，就连 Galaxy Buds 都有超多花色可以选择。现在使用苹果妹频道专属折扣码 S25系列新品也能够享优惠哦，专属优惠链接放在资讯栏还有连区，赶快去看看吧。再来第3个要介绍的是智慧通话助手，简单来说呢，就是通话录音，然后可以直接帮你转文字跟摘要，超级夸张的吧？就是你今天如果要讲一些很重要的电话，例如说要谈一些生意啊什么的，然后你希望可以有这个录音，然后又要有文字稿，然后又要有摘要，你可以很快的帮你的智通电话做总结的话，就可以使用接下来的这个功能。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示范一下这个通话录音，然后还有转文字功能，就是我们先打给我自己。那接下来呢，就按一下左边的这个按钮，它就是通话录音的意思。那按下去之后呢，它就会说，它还是会告知对方你智通电话会有录音哦，所以就是对方还是会知道啊，这没办法。然后现在呢，它就开始转录我们所有的文字，然后它也会录音。好，那假设我们现在通话完毕，然后呢，我们再看这个通话记录的地方，它右边这边就会有一个语音的符号，你点进去，然后它下面这边就会有个你们谈话内容的地方可以选择，里面这边就直接很像讯息这样子写出来，我真的是快要发疯。然后它上面这边还会有摘要，Oh my god！ 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画面虽然很像简讯，但是这个东西是我们刚才通话过程的整个文字逐字稿，对，它就显示的很像讯息，但是这些东西我们都是刚刚的通话内容哦，直接写出来耶！而且除了写出来之外，它上面还帮你做了一个摘要，就是跟你说你这通电话里面讲了哪些内容，有哪些重点，都可以一目了然。然后最下面呢，还有录音的这个录音档，而且它上面就是还会显示说它现在是播到哪一个文字，它就会跟着一起跑，超级夸张的。所以今天如果要讲一些蛮重要的内容，或者是一些上课之类的内容的话，其实用这个功能也是非常的方便。而且你也可以说这个功能就是可以用来保护自己，例如说你们今天有要谈判啊，或者是有要讲一些真的商业上的事情的话，其实也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做记录哦。再下一个我们来介绍绘图智慧助理，就是在之前的 Galaxy AI 呢，可以涂鸦转图像，就是你今天随手画个几笔，它都可以帮你做成非常漂亮的 AI 生成图。那现在大家看到了，我就是用这个智慧侧边栏，它就在里面这个绘图智慧助理。那进来这边呢，它中间有3个选项让你输入你想要的素材，例如说你要用画的，或者是你想要用图片，可以选择图片，或者是你这边可以直接用文字，然后你也可以混搭，例如说你今天画个几笔，然后你这边可以继续用文字，蛇在天上飞。所以它就变成有图像，然后又有文字的叙述，然后我们来生成图片。下面还可以选这个风格哦，例如说我们想要插画风，哦，还蛮漂亮的。这个东西真的是现在自媒体当道的时代非常好用的一个功能。例如说你今天要做一些就是简单的贴文素材的话，用这个也是 OK 的。那我们也可以来试看看，就是如果今天是有人脸的话，会发生什么事呢？效果很不错哦。那这边你生成的图片，你也可以把它做成贴纸。它的贴纸呢，就是可以用在讯息里面，就有点像贴图的概念。
就蛮不错的。那再来下一个，我们来介绍生成式照片编辑。就现在不是都很流行 AI 修路人吗？那这一次呢 ，S25 系列的 AI 它又再一次升级了。例如说，我现在打开相簿 ，OK， 假设这张图片呢，我想要把路人消除的话，我就直接按中间这个 Galaxy AI 的标志，然后里面呢，我就直接去点选路人，或者是把路人圈起来。然后有没有看到，它就自动框选了路人的位置，然后右边这边也有一坨路人。好像框完之后呢，我用橡皮擦先把它擦掉，然后再按生成。哦，天哪！大家看一下原本的之后、之前、之后，这个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很自然，真的非常的自然。而且这样修完之后放到网络上，其实是不会有人看得出来说你这个是有修过，就是被 AI 修过的感觉。那我们就可以储存。我在试另外一个，我觉得也很夸张的，就是我们来修车子，就是这张图啊，大家看到后面有2辆车嘛，那我现在呢一样，就是用 AI 把它框选起来，它会自动把它框住，它会自动侦测那个物体的边界。好，这样车子都框好之后呢，一样用橡皮擦先把它擦掉，然后按生成。哦，这边大家先注意一下哦，你有没有发现它消除的地方并没有包含它的阴影，就是车子的阴影其实还是留着，可是大家看哦，我按生成。超级夸张，有没有？那阴影也消失了，而且它生成的非常自然，就是它这个路真的是就是很滑顺，你不会觉得那边原本有东西，就路上的各种杂物啊，都可以使用这个功能去把它消掉。而且我觉得它消得非常的精准，就是它完全不会就是可能动到你的人或者动到你的头发。那这一次这个进化呢，就是你再也不用自己去手动的去描那个边界，就是会很痛苦。那它就是会自动帮你描边界，这一点我觉得真的超赞的。那再下一个功能，我自己也觉得超神的，就是自动剪辑影片。其实现在不是很流行短影音吗？那现在他们就是有一个 AI 功能，就是它可以自动帮你剪片哦，非常夸张吧？那它的用法呢，就是你直接在相簿里面选择你要的影片，例如说这几个片段好了，然后呢按一下左下角的建立，然后这边就有一个电影。然后再按一次左下角，它就会自动开始帮你处理咯。来看一下成果，它就会变成一个一个片段，它会自动帮你剪好这个长度，那你就可以直接用这个片段去上传 Instagram 之类的，就限动啊或 Reels 都可以，就觉得真的很方便呢。然后你也可以自定长度，例如说你可能只要7秒啊，或者是5秒之类，可以在这边调整，而且你还可以加字啊什么的，就有一个简单的编辑器这样。再下一个呢，要来介绍音讯橡皮擦。就过去呢，大家都会说三星的 S 系列 S24啊、S23 Ultra 是演唱会的神机。那确实呢，我自己上次去张惠妹演唱会的时候，就用了 S20 Ultra， 效果真的非常的好。就是舞台很远，但是你放大还是拍得非常清楚。我最惊艳的地方就是它的收音，因为我觉得它有自动去侦测不同的场合，然后去做不同的收音处理。因为那时候我去看张惠妹的演唱会啊，现场听真的是大爆音，然后大巨蛋的回音非常的严重。可是我回家之后打开影片想要回味的时候，发现为什么它的收音效果那么强，就是听起来是好听的耶。然后呢，这次 S25 又针对影片的声音又更进一步了，就是呢，它现在可以透过 AI 将人声啊、背景声啊、风声还有杂音全部分离。就是例如说，我今天有一部影片呢，它可能背景声非常的吵，先来听一下原本的声音。我现在呢来到中校东北侧是音讯橡皮擦，然后现在听到了有很多车声，然后呢，这部影片我们想要处理它的背景声，就按一下 Galaxy AI。然后它就开始分析我们的声音，这边呢，它就把我的语音、还有风声、还有杂音全部都分离出来。那这边呢，当然你可以自己手动去调整，但是呢，我们测试之后发现，你按最左边的这个自动效果会最好。因为有时候你杂音去掉太多的话，你就会有那叫什么语音隔离的不自然感，所以就用这个自动。我们就让它用自动，然后再播放一次。我现在呢来到中校东北侧是音讯橡皮擦，然后现在听到呢有很多车声经过。我觉得它的效果真的是已经算是非常好，因为我们那个当下其实超级吵，就是后面有很大的车声，然后我前面又有路人疯狂的讲话，而且我又离那个手机非常的远，然后这是原相机收音，我觉得它效果已经非常好了。而且我觉得它很贴心的，就是它下面还分了不同种的这种噪音的分类，然后
它其实还会有一个音乐，但是因为我这部影片里面没有出现音乐嘛，所以它就没有出现那个选项。那你也可以就是只有要去音乐，然后留下人声的这种选项也是 OK 的，所以就是蛮方便的一个功能，大家也可以试看看哦。再来下一个，我们来讲 AI 智慧选取。那这个功能蛮特别的，就是它会依照你圈选的不同的内容，给你不同的选项。它可以辨识非常多东西，例如说图片、影片、文字。那它依照不同辨识出不同的东西，它会给你不同的内容这样子。那这个 AI 智慧选取，它会出现在侧边栏里面，这边第一个。假设我今天觉得这张图片很好看，但是我想要稍微做一点修改，这在 Instagram 哦，注意一下，我就直接用这个 AI 智慧选取，然后它会自动侦测图片。它发现是照片之后，它上面就给了我2个选项，一个是 AI 绘图，然后另外一个是生成式修照片。那我就按一下。假设我想要修照片，然后把这个人修掉的话，把它擦掉，然后生成。Oh my god！ 大家看到了吗？就今天我是在 Instagram 里面做这件事情哦，就是我可以直接抓图片，然后进到你的手机里面去修图。何况是其他第三方 App， 你要在 Facebook 啊、YouTube 啊什么社群平台，你都可以直接这样子用，你就可以直接去修图，然后存到你的手机里面。假设今天你的朋友传给你一张名片或者是一个地址，但是它是图片的形式的话，你就可以用这个 AI 智慧选取，然后例如说你框住这个地址。它上面就直接出现地图，我就可以直接打开地图 ，Google Map 直接开始导航，超级夸张。假设你今天是圈这个电话，它就会有拨话，你就可以直接打电话，或者是你今天是一个，例如说时间好了，例如说一个时间，它就会新增活动。你就可以直接打开你的行事历、日历什么之类的，然后就可以开始新增你的行程。还有一个更夸张的用法，还有，真的还没结束，真的是还没结束欸。假设我今天在看这个影片啊，然后我想要稍微截录一小段做成 GIF 档的话，我就可以用这个 AI 智慧选取，然后先框住这个影片的部分，然后这里面呢就有一个 GIF 建立 GIF， 然后它就播放影片，它就自动开始录影。例如说录个2秒钟，然后停止，它就会做成一个 GIF 档，可以存到你的相簿里面，就很适合做一些迷因啊，或者是一些好笑短片之类的，这真的蛮方便的，有没有？再下一个呢，我们来介绍写作助理升级版，就是之前呢就已经有那个可以帮你调整风格啊，或者是拼字文法建议的这个写作 AI 助理，但是现在呢更强的就是它可以直接开始帮你写，或者是它也可以帮你做表格。例如说，我今天可能有一段文字，在网络上看到一段文字，我想把它做成表格比较好理解的话呢，我就可以先把它这样子框起来。然后呢，这边有一个 Galaxy AI， 按下去之后，这边就有一个生成表格。Oh my god， 就是直接帮你做好表格。哦，这个好方便哦。或者是呢，我们今天也可以直接让它来帮我们写一些文字，例如说我想要智慧撰写，然后呢，这是我的主题，然后下面你就可以选，你今天是为了社群媒体呢，还是为了写电子邮件之类的。然后呢，你可以选你想要口语化或是专业一点，例如说口语化一点好了，按生成。就你，例如说你今天要回人家讯息，或者是你想要写 email 什么的，你都可以直接用这个方式。他就帮我写了一小段猫咪跟个性花色的这个分享。应该说，假设你今天想要写一段文字，但是你知道关键字，但是你不太确定要怎么把它们全部很完整、很有逻辑的表达出来的话，用这个方式会比较快。就你就输入关键字，它就帮你写好了。然后除此之外呢，在 AI 的这个界面里面还有其他更多的功能，像是它可以帮你自动摘要这个文章，或者它也可以帮你整理好重点，然后还有一些写作风格啊，或者修正文法之类的，这些都还蛮好用的。再下一个要来跟大家示范的是 AI 翻译助理，就是现在呢，我觉得最强的翻译，手机上面的翻译大概就是三星的吧，因为我觉得他们有针对繁体中文，尤其是台湾，他们有在地化，就是有些词，就是台湾的词，可能直翻英文真的不太好翻，但是用他们的就真的没有问题。例如说，大肠包小肠好吃吗？就是真的中文的支援程度非常的好。无印良品在哪里？所以就是还蛮好用的。
这个功能，大家出国这个功能一定要用起来，非常的方便。你要问，比如说你在日本想要问某个商品在哪边，哪里可以找得到，你就可以直接在这边选日文，快速翻译。再下一个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浏览助理，就是现在在网页里面呢，如果你不想要用看的，可能在通勤时间你想要用听这个网站的话呢，也是没问题的哦。就是在网页里面按这个 Galaxy AI 里面就有这个朗读重点内容。7种猫咪花色解析猫咪个性。根据研究，猫咪的花色和个性可能有关联。对，它就开始阅读这个网站的内容，而且你还可以选择它的速度。例如说，你想要快一点，就这样。例如虎斑猫好动，橘猫贪吃，三花猫则外冷内热。猫咪花色看个性。7种猫咪花色解析猫咪个性。猫咪花色也可以看个性吗？所以它就是有分2个，一个是可以阅读整个网站。在这边，或者是你可以让它自动朗读重点，它就会自动帮你摘要完之后把它念出来。看个性。对，所以就是有分这2种方式，大家在通勤的时候也可以直接用听现在的网站有哪些内容哦。再下一个要来跟大家介绍新功能是 Now Brief， 简单说它就是个人化的 AI 简报，就是现在大家看到桌面上的这个晚间摘要呢，它就是 Now Brief。点进去，它会告诉你今天的回顾，例如说今天的天气啊，今天你的行程啊，然后你的健康状况是怎样呢？它都会全部排在这边。那它的时间点呢？我好像是早上跟晚上，但是你也可以设定成就是即时的摘要。那它其实是会学习你的使用习惯的，它会侦测说你哪个时间可能在用哪些 app 啊什么的。那里面你也可以去选择说你想要加入的内容有哪些东西，这边你就可以去勾选。那这个 Now Brief 呢，它取得的方式就像是你可以放到桌面上，像这样子用 widget 的方式显示在这边，就可以直接点进去，或者是侧边这个栏，侧边智慧栏呢，它这边也有一个 Now Brief。你也可以立刻看到你接下来的天气啊，接下来的行程之类的。那下一个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Now Bar。那这个 Now Bar 呢，它就是在锁定画面，它会显示一些需要即时更新的 App 内容。例如说，下面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 Now Bar， 它是一个胶囊形状。然后呢，你就可以滑动它去看一下不同的App 里面可能有在计时或者是有在导航之类的，你就可以在这边看到。那你就可以直接点进去，它就会给你很快的显示一些你需要的内容。那有一个蛮特别的，就是你也可以在这边看到比赛的比分。比如说你今天可能在上班，或者是你可能在上课，不太方便就这样一直用手机的话呢，其实你可以先关注那些比赛之后，它就会自动显示在那个 Now Bar 上面。那要怎么让它显示在那边呢？就是首先我们先进到 Google， 然后你在搜寻这边去找体育，就是你输入体育之后呢，这边它就会让你去订阅一些球队。例如说你有在看 NBA， 你就可以点进去，然后你有在支持哪一队呢？你就直接把它加入。那加完之后，它以后有比赛什么的，它就会直接出现在你的那个锁定画面，就非常的方便。你就知道说，哦，他们现在有在比赛啊，然后现在的状况是怎样。然后呢，它这边也有其他更多的比赛可以选择，大家可以进来查一下你有在关注的比赛哦。好，那以上呢我们讲了那么多 AI 功能，需不需要收费呢？好消息就是目前是不用的哦。就是三星有说到，现在 Galaxy AI 将会免费开放到2025年底，也就是说你现在买的这个 S25 系列呢，还是可以安然无恙的用到年底，没问题的。那如果是 Gemini 的部分，就是 Gemini 现在买 S25 系列呢是有送半年的 Gemini Advanced 免费服务，然后另外呢还会送你2TB 的云端空间，也就是那个 Google 的云端硬碟呢，就是2TB 免费让你用半年啊，就是还蛮划算的。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把握这段期间，赶快来熟悉一下不同的 AI 功能，就是都还蛮实用的。但是因为现在呢，可能刚上手机，大家可能刚换手机就不太知道怎么用。但是今天的这部影片呢，就是有好好的告诉大家哦，什么功能在哪边。那大家不要忘记，就是这边其实有一个提示，大家也可以好好使用这个功能。那用起来呢，实在是会节省我们很多时间哦。那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大家最喜欢哪一个功能，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我自己呢是非常喜欢那个跨 App 功能，就是 Cross App 的功能。就是有时候呢，可能行事历里面的有一些地址啊，或者有一些电话什么的，我就可以直接用语音叫出来。而且我觉得这个功能呢，对于长者来说也是非常的方便，因为现在手机对于有老花的人来说，这个荧幕真的太小了。那如果可以用语音控制的话，真的会省很多事耶，你不觉得吗？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欢迎把这些功能介绍给家中的长辈，对他们来说呢，应该也会节省很多力气哦。例如说像是那个语音搜寻啊、Gemini Live 之类的，对他们来说，我觉得应该会非常好用。他就不用自己手动去搜寻网站了。好，那我们介绍就到这边，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喽，大家拜拜。